代购多少钱可以起步？75万就可以了。很多人会开始算说啊，一定很爽啊，塑胶囊你们可以吗？还有那种体臭的，你有办法吗？廉价航空坐也不舒服，不是很早就很晚，早上都吃个面包啊，100、200日币哦，一天才花几十块，你们可以吗？爱狗的失踪加上工作变故，一夕之间失去所有。靠着彭于晏的左脚前右脚后，坚持跑步600天，也跑动了自律的日潮代购人生。如果是你，还会继续坚持吗？嗨，我是维23的维维，坚持比努力更重要。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，我们每个月都会有精选的小额创业专访，赶快订阅我们，才不会错过哦。代购是自由度很高的创业，想要赚得多，就要高度自律的时间规划。如何训练自律，维维则有一套自己的方式。而今天是他坚持跑步的第600天。主要就是看那个彭于晏有一个影片啊，跑步就是没有一件难度的事情啊，不过就是一个左脚前右脚后的，没有难度啊，只要开工前跑完步，然后去上班的时候，老板就说来任务交给你都没问题 ，OK， 妹子看到我他们有点自信了，我觉得哎呀太优秀了这样子，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彭于晏一样，慢跑是一件很孤独的事情。你每天跑嘛，就是这样，然后你脑袋会自然会放空。我会去沉淀说，比如说我今天发生什么事，不管大事或小事，慢慢的从跑步这件事情，让我的心态觉得越来越好。主要是帮助到我啦，各方面人生的大小事，然后心态越来越正确，所以我才会继续坚持跑步这件事情。维23的选物商店坐落在热门的中山赤峰街某个巷子里。在这里是以店中店的方式跟洋行合作，但原本可以边旅游边代购的伟伟，为什么要开实体店面呢？就是因为疫情的时候嘛，没办法出国，刚好那时候我朋友小杨哥开了这个赤峰洋行之后，问我要不要来帮忙。卖这个二手寄卖也没有来做过，想说我们就是抱着这个学习的态度来学一下说二手啊拍卖怎么经营，所以就疫情的时候就来赤峰洋行这边学习。店中店的话，就是说原本赤峰洋行里面有一个小房间是租给一个钢琴老师，他后来退租，那我就问这个洋行的老板杨哥，这个空间可不可以租给我？那我也想自己用一个维23，然后卖自己一些日本代购的商品。那个时候你这样开电风店，老板不会觉得怪怪的或怎么样吗？虽然同性质，可是有点共好，可能喜欢日本代购的人会进来，然后发现赤峰洋也有做一些二手买卖这样子，那变成说有点像是互相共惠啊，所以我们就后来变成店中店。疫情的强袭让原本的代购事业差点翻车，伟伟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还有一个选物店可以维持生活。但说到怎么开启代购事业，环游25个国家。开端是勇敢的追梦，但踏上的那一步则令人鼻酸。当初会想要做代购，就是因为喜欢乔丹啊，喜欢球鞋，然后之前在球鞋店做5、6年这样子。之前在鞋店打工的时候，也有被受访啊，然后以前就是很喜欢 Jordan 啊，然后那时候 Jordan 有来台啊，有去追啊，去看 Jordan 这样子。球迷的尖叫声和媒体的闪光灯此起彼落，而乔丹大帝则是面带微笑，向大家挥手致意。然后就是第一次出国，我就是找了一个朋友，结果后来我就被放鸟，然后就一个人去日本。那时候就是第一次自己买机票订饭店，然后就逛了当地的球鞋店，因为很喜欢球鞋嘛，有做一些分享啊，就是拍当地的一些球鞋店啊、Nike 啊这种潮流店，然后在 FB 粉专分享。就开始有问说，这个可不可以代购啊什么的，然后想说啊，有人要我们就卖嘛。后来发现，原来。可以有旅费，然后就觉得好像不错，然后就边分享球鞋店啊资讯，然后就边代购，然后赚旅费。伟伟，你是一开始怎么从就是那种比较偏斜杠到转职成全职的？主要就是5、6年前嘛，在鞋店工作的时候，在办公室就是都会开会啊，老板人就讲说，你们这些就是每次来就是没有贡献的人，然后来也没有灵魂的人来干嘛？就是浪费公司的钱，然后养你们这些废物。然后我就觉得坐在办公室，好像在说我。我也觉得我好像没什么贡献，然后来就是行尸走肉。然后有一天我就这样做，觉得，我好像不能再这样，我就直接说，我可能要离职了。
正式离职之后，就是有一次就是出国，然后我出国的时候，狗狗都会去住宠物旅馆。有一次就是我出国回来，狗狗就是不见了，就有去找啊，就是试过各种方法，但是就是一直没有消息，就是能试的我都想办法试，但是我还是找不到，就其实也是蛮难过，但是觉得说不能再这样子下去，因为狗狗也不希望说主人这么难过。后来想，那我们就不要再找了。后来想，那不然出国好了，然后再散散心。这一次的出国转捩点就是原本是玩票性质的，可能1个礼拜，那我们就是赚旅费。那这一次时间久，而且我又离职了，就是算自由业嘛，我就去1个月。去了1个月，我就是照这个模式分享啊，然后接单有人要就买。我自己结算了一下，大概有7万，发现说比之前在鞋店工作，薪水还要好。那所以说，其实可能如果没有狗狗，也不会有现在的伪23。对，就是也可以说，如果没有发生狗狗不见的事情，也许也不会有后面这么下定决心说做日本代购，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可能就是注定的，遇到坏的或是好的，可能上天总是有最好的安排啊。对，所以交代装死，装死，对，装死。几年前球鞋很夯的时候，伟伟是46万社团球鞋交易中的副社长，中间也办过了几场球赛，跟做自己的翻玩商品。也是因为这样的经历，伟23才有了很多铁粉。一开始就是大概12年前左右，那时候 Facebook 比较活络嘛，然后我的名称呢就是叫伟23啊，因为伟伟嘛，然后我很喜欢 Jordan 23，所以就叫伟23。然后加上我本身也蛮喜欢打篮球，所以就是有办一些篮球活动，办了这个球具从第1届办到6届，中间还有自己设计一些自己的衣服品牌，然后有些人就会因为球具，然后买了我们的衣服这样子。选物店的核心都在主理人的选品品味，而个性幽默的伟伟搭配信手拈来的口号，吸引了许多喜爱他的顾客。但跑过了25个国家，平均1个月去1次日本的伟伟，似乎有点腻了。有点自己觉得有点腻了，但是为了生存或是赚钱，所以好像还是得去，因为毕竟这个国家比较熟悉嘛。然后去日本，我还是一样会坚持跑步啊，早上起来就会去跑步啊。不管今天起床我在哪个城市，我还是会继续跑步。跑步影响我代购，其实也会让我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坚持，就是做代购。所以我就是一直持续到现在，今天第600天。随着通膨及疫情的再开放，代购不止越来越多人做，成本也提高了不少。成本就不外乎就是机票嘛、住宿、交通嘛，还有吃嘛，主要这3、4个嘛。那机票的话，其实我以前就是廉价航空嘛，我记得以前最便宜都是来回大概4000上下。那廉价航空其实坐也不舒服，然后你那个时间不是很早就很晚，对不对？那种体力你们可以吗？饭店的话，一般人会想的就是住传统饭店，我不是，我住胶囊，一个晚上可能以前大概500。胶囊就是很多人，10几个人男女住在一起的啊，然后你只有一个床位啊，因为就是要省钱嘛。那住胶囊你们可以吗？这么多人对啊，你们以为做代购都是住那种有床位的吗？没有，我们是住那个10几个人的，男生女生，有的还有那种体臭的，你有办法吗？对不对？吃饭其实我们都随便吃啊，什么便利商店，有时候早上都吃个面包啊，100、200日币哦，你看一天才花几十块。我们一开始也是省这些啊。什么样的人适合做代购？我个人觉得要真心的很喜欢旅行这件事情，因为有的人不敢一个人出国，但我觉得你要克服说你有办法一个人，因为你要自己完成一些大小事，不管说你买东西你要扛嘛，有的人你又嫌重你又没办法做，或是只是想着说我要做代购，但是你连店在哪你都不知道怎么走，这样也没办法做。伟伟能走到这里，除了本身的坚毅不拔的心态，加上非常的自律，也要感谢身边的贵人。
如果你说最感谢的人，我想应该就是小杨哥，让我有这个圆梦的机会，可以开一个小小店工作室，然后让喜欢的人可以来。对，主要感谢大家啦。就之前我有1个月住在这边，我有1个月是睡在工作室，因为我们家那个天花板掉下来，然后没地方睡，他们让我可以有地方睡1个月，就蛮感谢的。对啊，因为平常就是还不错啦，虽然各忙各的，但如果说有一些事情，应该这件事情印象比较深刻啊。对，感恩的心啊。没有，他那时候就是家里的海砂屋是，他一起床差点被砸到。我是觉得人没受伤都还好，我觉得也没什么，就是互相帮忙。那你觉得他在就是赤峰洋的工作表现，给他打几分？95吧，他那么认真，像我自己很爱卖这些东西，但是整理收纳我比较随性啊。但他那种小事细节整理收纳，他很强，刚好我们蛮互补。对啊。那5分是扣在哪里？5分就是扣在他啤酒肚吧。没有啦，他后来都是很认真在慢跑，我觉得蛮佩服。今天是他第600天，有什么话想给他？享受人生啊，他的座右铭，我觉得很好，我觉得他现在这样很好，蛮好的。就是如果给做代购的一些建议，就是说，你不能一心只想的就是你要赚钱做代购，而是说你很喜欢旅行，然后你买你喜欢的牌子或是品牌，然后你要去分享，大家一起买。但是如果你一心只想着说我去就是要赚很多的钱，你反而会做不好。以现实面来讲，做生意或是当老板开店，不可能一次都成功，你一定要有办法接受失败。其实会成功的人，我们好像看着他，好像很容易会开始说，哎呀，一定很爽啊什么。其实我觉得懂的人会知道说，他一定很努力。很多人会讲一些什么未来怎么样，但是我个人会觉得说，我比较属于像是活在当下。我们现在想做什么，我们就应该去做。人们没有这么多的以后，我就是希望说稳定中求发展，然后心态可以永远这么正确。如果说给我过去一些建议或是什么，说真的没有，因为人生没办法重来。讲那么多，我觉得没什么用。我应该是现在，我应该怎么做，我就是在继续做，不要再执着过去了。我们就是向前看。那给未来自己，给未来自己当然就是希望自己越来越好啦，持续并且很专注在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上面，就是坚持比努力更重要，做就对了。今天是我的第604天，哎呀，不容易，坚持比努力更重要。我这个小废物，我怎么可能放弃？明天就是我605天，好不好？加油！